英格蘭加时賽2-1把挪威给翻了过去。时隔8年，英格蘭又一次踏进了世界杯4强。而今年的挪威，咱们这个频道从小组赛一路盯到现在的那匹大黑马，踢到8强就止步在这兒。可你要是觉得挪威是被人家打服了、打回家的，那这场球你可就看清了，他们离4强差的不是一大截，是2次几厘米。咱从头捋。第36分鐘，挪威的舍尔德鲁普在英格蘭禁区左侧接厄德高做的球，左脚一兜，球貼着远门柱鑽進了网窝。1-0，挪威領先。先說清楚，這是8強，也叫1/4決賽，誰贏誰進4強，輸的這就得回家收拾行李。這場球在邁阿密踢的，中立場的，誰也不占誰的主场便宜。佛羅里達大熱天，看台上黑壓壓坐了6萬多人。挪威這支隊是本屆世界杯最大的一個驚喜，28年沒來世界杯，一回來就一路殺進8強。隊史頭一回就在幾天前的16強，他們剛幹了件大事，2-1把5星巴西給掀翻了。哈蘭德最後時刻梅開2度，把巴西整屆世界杯最早的送回了家，那也是一場好戲。後頭咱還得提，英格蘭那邊是图赫爾帶的隊，這屆踢的說實話不算漂亮，一路磕磕绊绊，可有一樣就是能贏。前面幾場落後過，被拖過，最後總能給你磨下來。所以啊，今天這場，一個是初生牛犊的黑馬，一個是悶頭往前拱的老牌豪門，強碰強，誰也沒打算輕鬆。回到場上，上半場剛開場沒多久，挪威的頭號武器就先亮了一次劍，哈蘭德中路高高躍起，一記頭球砸向球門，英格蘭門將皮克福德飛身一巴掌給拖了出去。這一下沒進，可緊接着第36分鐘，就是開頭那一幕，舍爾德魯普左腳兜射，1-0，挪威真領先了。領先之後的挪威不但沒往回縮，反倒壓着英格蘭打。第39分鐘，索爾洛特得着一次機會，一腳打高了。第40分鐘，隊長厄德高在禁區外抽了一腳，又被皮克福德撲住。緊跟着索爾洛特再來一下，還是被英格蘭後衛擋了出去。你就說這半個鐘頭，挪威一腳接一腳往門裡招呼，好幾回就差那麼一星半點，沒能把比分變成2-0。一個28年沒來世界杯的隊壓着老牌豪門英格蘭打，這半場是真硬，眼看着1-0就要被挪威帶進更衣室了。英格蘭在上半場最後一下把比分扳平了，可這個扳平球進的也夠邪門，上半場都踢得補時了，挪威門將尼蘭在自己門前起腳一記大腳，把球開向前場。球飛到最高點，突然一個詭異的下墜，好幾家轉播的慢鏡頭都顯示，這球像是擦到了球場上空那根吊着航拍攝像機的鋼索，就是能滿場飛，球迷管它叫飛貓的那台機器。這麼一蹭，球不偏不倚，正落到英格蘭球員安德森腳底下。英格蘭順勢就是一波反擊，安德森左路帶上去，做給戈登，戈登一記直塞，把貝林厄姆送穿了防線。貝林厄姆殺進禁區，低射，球鑽進死角，1-1。挪威這邊當時就炸了，門將尼蘭氣得直拍草皮。他哈蘭德加上主帥索爾巴肯，圍着法國主裁判图爾潘就理論，這球碰了鋼索，按規矩就該停下來重新開球，這進球不能算。可 FA 號後來給了個官方說法，現在世界杯的比賽用球裡頭埋了個傳感器，能記下球被碰過沒有。官方給這數據起了個名叫球的心跳，他們說查了這顆球的心跳，球在空中飛那一下沒出現任何異常跳動，沒證據證明他碰了鋼索，所以進球有效。慢鏡頭看着像碰了，官方數據說沒碰，兩邊各執一詞，這球到底冤不冤？FIFA 把數據往那一亮，剩下的就留給全世界慢慢回放去了。你說氣人不气人？挪威壓了大半個上半场，眼瞅着領先就要到手，英格蘭逮着上半场最後一次機會，一下就給你抹平了。半場哨響，1-1，兩隊回更衣室。中場休息，圖赫爾坐不住了，一口氣換了倆人，把薩卡和埃澤換上場，就是要給這潭死水提速加力。上半場那個扳平球，挪威覺着虧，下半場一開場還有一個更讓他們捶胸口的爭議等着呢。第55分鐘，挪威打了一次角球，禁區裡一通亂戰，海格姆一腳把球捅進了網，挪威全隊都衝出去慶祝了，以為2-1反超了。可主裁判图爾潘被叫到場邊看錄像回放，給頭一回看球的兄弟說一句，這就叫 VAR 視頻助理裁判，說白了就是場外一幫人盯着錄像，有拿不準的球喊主裁判過去，自己再看一遍慢鏡頭。图爾潘看完回放，兩手一擺，进球無效。為啥呢？
不是越位，也不是手球，是回放裡發現，就在挪威傳中之前，哈蘭德把一個英格蘭球員給推倒了。更巧的是，被他推倒那人叫安德森，是他哈蘭德剛在曼城的新隊友。裁判認定這是犯規在先，球自然就不算了。這個球啊，賽後英媒和好幾個專門吹裁判的專家都翻來覆去看了，主流意見挺一致，吹的沒毛病，推人在先，球本來就不該算，規矩就是這樣。哪怕犯規發生在傳中之前那一下，只要他影響了防守，後頭這球進了也白進。挪威的媒體和球迷當然100個不服，覺得進得乾淨，吹得冤枉。可爭議歸爭議，有一條跑不了，腳黃這個球的不是英格蘭，不是裁判，是挪威自己的頭號球星哈蘭德。你說這上哪兒說理去？這一推就是挪威和4強之間隔着的那道坎兒，他們以為已經邁過去了嘛，一段回放又把他們拽了回来。你把這一晚上的爭議球捋一捋就明白，裁判這場其實两頭都沒偏着誰。英格蘭那個扳平球帶着鋼索的嫌疑進了，挪威不服。挪威這個反超球，因為哈蘭德自己推人被吹了，挪威還是不服，一頭一個，各自都覺得虧了一回。再加上英格蘭的凱恩也有一個球，因為越位沒算，一次點球也被 VAR 取消。這麼一算，幾個關鍵判罰，回放全擺在那兒，誰也沒占誰太多便宜。咱把這些一條條擺出來，不替誰喊冤，也不替誰叫屈。你自己看，講這場球後頭那2下要命的之前呢，老馬從3數到1。你要是聽着還帶勁，正好趁這功夫把屏幕底下那個訂閱給點。進球被吹，挪威沒泄氣，反倒又撲上來了。第76分鐘，挪威一個角球開到禁區，後衛阿耶爾搶到前點，頭球一磕，球直奔球門死角，咣砸在橫梁上彈了出来，就差那麼幾厘米。這是挪威這一晚上離2比1最近的第2次，一次被裁判的回放擋住，一次被門框擋住。你說邪門不邪門？90分鐘打完還是1比1，比賽进加時，加时赛就是常規時間打平了，再加2個15分鐘分勝負。這時候兩邊都踢了整整1個半鐘頭，腿都灌了鉛，就看誰還能再硬擠出一腳。結果先擠出這一腳的還是那個人。加時剛開場3分鐘，第93分鐘，英格蘭的羅傑斯一腳劲射，挪威門將尼蘭扑是扑的了，可沒抱住，球從手底拖了出來。跟得最緊的又是貝林厄姆，搶上一步補射空門，2比1，英格蘭反超。貝林厄姆梅開2度，一個人先扳平再絕殺。這球一進，基本就把挪威的念想給掐斷了。其實就在這球之前，加时一開場，英格蘭就壓了上來，凱恩、羅傑斯連着幾腳攻門都被尼蘭一次次擋下，可門將也是人，也有撲不住的那一下，擋了一整晚，最後還是漏了這一个，丟了這個球。挪威把最後的家底都掏出來了。第101分鐘，英格蘭還有一次點球嫌疑，被 VAR 看掉了，沒給。第105分鐘，加時中場，挪威做了個讓人心裡咯噔一下的換人，把哈蘭德換下去了，換上斯特蘭德拉森。全場一個球沒進的哈蘭德就這麼低着頭下了場。他們是想換個新的支點上來搏一把，可這也等於告訴所有人，挪威這最鋒利的一把刀，今天是真沒能捅進去。比賽最後那10幾分鐘，挪威還在往前壓，努薩伯布輪着來，可尼蘭那頭，英格蘭的薩卡又逼出他2記撲救。這門將一晚上，官方數了數，撲了6次，一次次把挪威從懸崖邊上拽回來。第117分鐘，英格蘭門將皮克福德在一次角球混戰裡被撞了一下，趴在地上耽誤了會兒。挪威後衛阿耶爾還吃了張黃牌，不過皮克福德揉了揉，接着踢完了。中場哨響，1比2，挪威出局。咱把數據摆出來，你就明白这场球有多接近了。全场射门，挪威13腳，射正5腳；英格蘭14腳，射正8腳。射正是啥意思？就是踢到門框範圍裡，門將不伸手就得進的那種。控球呢，挪威47%，英格蘭53%，幾乎5-5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角球挪威開了7個，比英格蘭的4個還多。你看這一組數，哪像一場1比2的8強淘汰賽，分明是2個旗鼓相當的隊，掰手腕掰到最後一秒。挪威不是被誰撵過去的，是差的那幾厘米上。這場球贏下來，得記貝林厄姆一大功。這小伙子，皇家馬德里的中場大將，英格蘭身價最高的那幾個球星之一。你要是跟着老馬看了這幾場，對他這個人應該越來越熟了。他這3場淘汰賽，活脫脫一部連續劇，32強打剛果金，
對面門將姆帕西那天跟開了掛似的，一場比賽把貝林厄姆的射門連着撲了3回，氣得他直撓頭，愣是一個球沒進。到了16強打墨西哥，那可是魔鬼主场，他倒好，上半场99秒之內連进2個，梅開2度，把人家整届世界杯的灵狮球金身一把撕了。今天对挪威又是他，先扳平，再在加时一锤定音，又是梅開2度。你說這劇本啊，是不是越寫越邪乎？上一节被门将气得沒脾氣的那個人，這2節連着當上了刀客。再說是輸球那邊的一個人，門將尼蘭，這名字啊你可能也眼熟。上一集挪威先巴西扑掉巴西点球，斷了人家40年世界杯點球全进紀錄的，就是他。這人35歲了，是挪威隊史年紀最大的世界杯出場球員。早些年在英超還被買来的一個門將擠到過板凳上，去年合同到期，一度連下家都沒着落。就這麼一個老江湖，連着2輪淘汰赛，一个人在门線上死扛。今天這場官方數據6次撲救，硬是把挪威拖進了加時。他沒扛住最後那一下，可這場球他沒什麼好丟人的。說到挪威，就繞不開哈蘭德。這場之前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2個大射手對轟。給頭回看球的兄弟提一句，世界杯有個獎叫金靴，誰整屆進球最多，這獎就歸誰，是給前鋒的最高榮譽之一。哈蘭德本屆打進7個球，排在射手榜最前頭那一檔，離領頭的梅西和姆巴佩就差1個球。英格蘭的隊長凱恩6個球也緊咬在後頭，倆人都憋着這場再進2，往金靴上衝。結果呢，英格蘭這場就認準一件事兒，盯死哈蘭德，整場比賽就沒給他在禁區裡舒舒服服起跳發力的機會。一場踢完，這倆大射手1個球沒進，雙雙啞火。真正一錘定音的是夾在中間，誰也沒太防着的那個貝林厄姆。這裡頭還有段小插曲，挺有意思。淘汰巴西之後，哈蘭德在自己的世界杯視頻日記裡聊過心態。據 ESPN 引述，他說那場對巴西，開賽前他跟隊友講，不管結果咋樣就微笑，就享受，活在當下。他說挪威那邊就是純粹踢球，享受比賽，晉級8強這事兒想都沒想過，簡直腦袋都炸了。他還說了句大實話，巴西2億多人口都指望着球隊贏，那壓力可不小，所以壓力在他們那邊你多少能看得出來。有意思就有意思在，到了打英格蘭之前，哈蘭德還是這套嗑，照樣把壓力往對手身上推，說贏面其實在英格蘭他們挪威勝算很低，這話術對巴西那回真管用。可這回對面的英格蘭沒眨眼，他沒管你那套心理戰，悶着頭就把哈蘭德給焊死了，讓他1個球沒碰見，最後早早換下場。壓力這東西你能推給對手1次2次，可到最後球場上認的還是那一下捅沒捅進去。今天沒捅進去的是他。聊到這兒，這場球最值得琢磨的一層也出來了。你把英格蘭這4場淘汰賽連起來看，32強打剛果金，開場就落後，追到最後才逆轉。16強打墨西哥，中間還被罰下1個人，10個打11個，贏的那叫一個驚險。今天打挪威，先丟球，被吹掉一個爭議球，放過一節，又被拖進加時，磨到第93分鐘才反超。你發現沒有？這支英格蘭一場都沒贏得漂亮，可他一場都沒輸。要知道，英格蘭這個國家自打1966年在自己家門口捧過一次世界杯，到今天整整60年，再沒摸過那座大力神杯。所以他們每往前拱一步，全英格蘭都盯着，都揪着心。可這支隊踢得讓人放心嗎？圖赫爾自己第一個搖頭。他賽後就直說，我們今天把自己的日子過得特別難，踢得拖泥帶水，一堆技術失誤，跑得不夠快，衝得不夠狠。你聽聽，這是贏球主帥說的話。今年這支英格蘭不是那種把你摁在地上摩擦的王者，他是那種踢得難看，可就是能一場一場活到最後的幸存者。而挪威是這一路上最接近把他掀翻的那個對手。那接下來呢？英格蘭進了4強，半決賽在哪兒打？打誰？半決賽美東時間7月15號在亞特蘭大，台北時間就是7月16號凌晨了。對手是今晚瑞士和阿根廷那場的贏家。要是阿根廷贏出來，那畫面就太有意思了。貝林厄姆正面撞上梅西，一個是這屆淘汰賽一場接一場站出來的關鍵先生，一個是射手榜領頭，還惦記着再要一座大力神杯的老王，一老一少正面掰。要是爆冷的是瑞士呢，那英格蘭对上的就是本届又一支悶着頭死守專啃硬骨頭的队，一樣不好對付。不管從那場裡爬出來的是誰，
英格蘭這一關都省不了劲。最後說回今天的主角挪威，還記得咱之前专門做過一期聊挪威到底能走多遠？那期結尾老馬留了個話，這支挪威是半決賽，是決賽，還是就停在某一關？老馬不替你猜。今天答案有了，停在8强。可這答案一點不寒碜。28年才回來一趟世界杯，一回来就掀了巴西，把英格蘭逼得加时的最后一口气，队史头一次站进8强。你再看看这批人的年紀，厄德高，阿森纳的队長正当打，哈蘭德，曼城的头号杀器，25岁，後頭還冒出舍爾德魯普這樣的新面孔，一整批正年輕的好手，頭一回嘗到8強的滋味，也頭一回嘗到差一口氣的滋味。這故事不至於就完了，4年以後接着看。行啊，今天這場挪威和英格蘭，老馬就給你捋到這兒。你覺着這批挪威人4年後能更進一步嗎？還有英格蘭這麼個難看的贏法，半決賽碰上梅西或者瑞士，還夠不夠使？評論區說說你的看法。要是覺得老馬這場講明白了，就順手點個訂閱，加個關注，往後一場不落，跟着老馬一塊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